世界各地啊有很多超巨大的古代石头建筑，但我们的老祖先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搬动那些有时候甚至重达1000吨的巨石的？这简直是个世纪之谜，对吧？好，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好，第一站我们先飞到欧洲，这里的巨石虽然也很大，但还在我们勉强可以理解的范围内。第一个数字是多少呢？是25吨。25吨有多重？大概就是4只超大的非洲象加起来的重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爱尔兰的纽哥莱奇墓，大概是西元前3200年的东西。你看它顶上那块石头就是25吨重，5000多年前呢，没有起重机，什么都没有。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么重的石头又高又准的放上去的？光想就觉得很扯。好，重量升级，我们来到40吨。这个地方你一定认识，没错，就是英国超有名的巨石阵。说到巨石阵，它的谜团最近又有了一个超大的进展哦。以前几十年大家最常讲的理论是什么啊？就是冰川啦，冰川顺便把石头推过来的嘛，很方便的解释。可是最新的研究直接把这个说法给推翻了。科学家去分析石头的矿物成分，结果发现完全没有冰川活动的痕迹。那这代表什么？这就代表这些重达40吨的巨石真的是我们的老祖先用我们不知道的方法辛辛苦苦从很远的地方搬过来的。所以谜团不但没解开，反而变得更大了。来，挑战继续，70吨。这一次我们要回到一个更古老更神秘的时代，这里是土耳其的哥贝克利石阵，它的年代是西元前10000年。你没听错，是10000年前。这比埃及金字塔早了好几千年，甚至比人类发明农业还要早。那个时候的人类照理说还在打猎采集果实，他们是怎么有办法组织起来去切割雕刻，然后把这些70吨重的梯形石柱给立起来的？这个发现根本就挑战了我们对整个人类早期文明史的认知。好，接下来我们进到下一个等级。这里的谜团不只是重量，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怎么运送这些巨石的。来，82吨，看到这个你应该猜到了吧？就是复活节岛的摩矮石像。问题来了，在一座这么孤立的小岛上，他们是怎么让将近1000尊这么巨大的石像好像自己长了脚一样跑到岛上各个地方去了呢？这个问题真的困扰考古学家超久的。不过现在有一个最被大家接受的假说，叫做行走假说。你看这个方法其实超级聪明，他们用3条绳子，两边的人轮流拉，让石像这样左摇右晃，左摇右晃，一步一步往前走。后面那条绳子就很重要了，它像是刹车，防止石像整个往前扑街。后来真的有人做了实验，只用了18个人就成功让一个4吨多重的复制品走了100公尺。所以你看，这证明了古人的智慧真的不能小看。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在讲重量，但接下来我们要看的重点，从重变成了另一个更夸张的词——精准。131吨，这个地方叫做普妈盆谷，在玻利维亚。它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不是石头有多重，而是它的加工细节。普马盆谷最有名的是这种 H 型的石块，但你仔细看，它石头跟石头结合的缝隙小于0.1毫米。0.1毫米是什么概念？比你手上的一张纸还要薄。在没有任何现代机械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种精度，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这背后代表的是一种我们现代人完全无法理解的石材加工技术。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重量直接跳到300吨，这个是秘鲁的萨克塞华曼。你看这个墙，它完全没有用水泥或任何粘着剂，但这些奇形怪状的超大石头，每一块都像3D 拼图一样完美的卡在一起。这种工法让整面墙变得超级稳固，经历了500多年的地震，到现在还站得好好的。这不只是力量的展现，更是几何学跟工程学的巅峰啊！
OK， 深呼吸一下，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来到这一次重量排名的最高峰了。这可以说是古代人类移动过最重、最夸张的石头。数字是多少呢？大约1000吨。你没听错，就是1000吨。这个数字基本上已经超越了所有我们能想到的传统解释了。为了让你感受一下1000吨到底有多重，我们来看这个比较图。左边是黎巴嫩巴勒贝克神殿基座的其中一块石头，右边是3架波音74巨5客机。没错，一块石头等于3架飞机重。更扯的是，这些石头不只是被移动而已，它们还被抬到了一个7公尺高的平台上。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巴勒贝克的1000吨巨石好像把所有传统的解释，像是人力啊、杠杆啊、滚木啊，通通都推到了极限，甚至推翻了。那当这些解释都说不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去思考一些更超乎想象的可能性？这个假说叫做宇宙扩张假说。古人为什么能搬动巨石？因为根据这个理论，在遥远的过去，人类的体能比现在强非常多，然后像绳索、木头这些工具也更坚固耐用。那为什么石头那么好雕刻？因为工具的相对硬度更高。再来，那些比纸还薄的缝隙怎么解释？它们一开始没那么窄啦，是石头本身在几百万年的时间里，因为原子扩张慢慢长大，才把缝隙挤得那么紧的。你看，它把所有零散的谜团用一个统一的物理模型全部串起来了。所以讲到最后，我们就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些遍布全球的巨石遗迹，它们到底是一段被我们遗忘，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古老的人类史前史的证据，还是说解开这些谜团的真正答案其实还埋在土里，等着我们去发现？不管真相是什么，这些沉默的巨石，我想会继续刺激着我们去探索，去想象我们遥远的过去。